继 Kia Carnival、Kia Sorento、Kia EV6 和 EV9 之后，Dynamic Jarius Motor、Kia Malaysia 终于推出了这款马来西亚消费者等了好久、引颈期盼的 C segment SUV Kia Sportage。它现在是直接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售价呢，上路价包括那些官方的 accessory 从149千到189千，提供 2.0L NA 跟 1.6L Turbo 两种引擎选择。最顶配我今天开的这个就是 1.6L Turbo All-Wheel Drive 4轮驱动的版本。所以今天这集主要只是会分享它的 Highway 试驾体验跟整体车子的驾驶环境等等。所以影片开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马力上的话呢，这个 2.0L NA 6AT 的就是152个 horsepower 跟192 Nm。我现在开的这个 1.6 Turbo 7DCT 的就是有177个 PS 跟265个 Nm， 0到100大概是 8.8 秒左右。作为一个 Family SUV 其实 Kia Sportage 它这个已经是第5代的 Kia Sportage 了然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就是这个车子它诞生的年份其实是1995年，所以你现在去马来西亚的二手车市场，你还找得到1995年的 Kia Sportage。当年啦，它跟 CR-V 都是1995年年份的车子，那个时候真的是市场上选择不多。你知道吗？来到今天这个 segment 这个 C segment SUV 是一个非常非常拥挤的一个集聚，就基本上每一个品牌都在这个集聚上面有一些作品包括像跟它同样一个 under 这个 Burmaz Auto 的 Mazda CX-5 也是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当然我们今天这期主要就是以 Kia Sportage 的驾驶体验感来做一个分享。在开之前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这台车子它基于的底盘就是 Hyundai Kia 的 Entry Platform， 采用相同品牌的车子超过10辆，包括像是Kia Sorento、Kia Carnival， 然后他们的兄弟品牌 Hyundai 的 Tucson、Hyundai 的 Santa Fe 等等都是用这个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在早年就是以高刚性用了很多的 High Strength Steel 高刚性钢材著称，所以它这个钢材呢也比当时候的日本车还要来得硬。动力来源的话呢，其实这个 Kia Sportage 它在欧洲市场主打的是 Mild Hybrid， 就是 MHEV、HEV 或者是 PHEV， 因为欧盟有严格的排放法规，不管你是韩国 brand、日本 brand， 你都是要以 Hybrid 作为主打，因为你的这个排放的废气比较少。可是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市场，其实我们只是看 CC 罢了，我们就没有去讲究说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等，所以它给的这个 Powertrain 就跟 Hyundai Tucson 一样，就是给你 2.0 NA 跟 1.6 Turbo。这句整个 Powertrain 其实我对它是相当熟悉，因为已经你知道吗，用了好一段时间，不是一个 all new 的 Powertrain。它在1-2千 RPM 的时候呢，它的那个 Turbo Lag 涡轮迟滞的现象是非常的明显。你可能一开前面几天你会不习惯它，因为它的力看啦，会有那个 jerky 的感觉，就是要来不来，来了又好像没有来，没有来又好像来了那种感觉，一直这样子，这样子。你只有当你把驾驶模式调整去 Sport Mode，它就比较 predictable， 可以预测说到底动力几时要来。Eco Mode 它有省油模式，不过你用了 Eco Mode 那个 Turbo Lag 的情况又会放大。但是就跟我之前试驾 Volkswagen Tiguan 1.4 TSI 的情况一模一样，就是因为这种 2.0 Turbo 以下的，不管你是 1.4 Turbo、1.5 Turbo 或者 1.6 Turbo， 它都会它的呼吸量不够大，懂吗？可是这种小排量，包括我家的 1.0 Turbo 的 Ford，当它去到高速公路的时候哇，那个你过了3-4千 RPM 之后，它真的是很快，那个换挡速度，然后它会给你会一直很想处在高速，而且是跑越快它越有力那种感觉，这个就是很典型 Turbo 加 DCT 会带给你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先出动 ，OK， 我们现在去 Sport Mode，we say 3, 2, 1 go。smooth，
而且因为这一台是4轮驱动啊，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它是整台车子4平八稳，你可以看到那个前后轮的扭矩分配几乎是 50% 了，因为你可以在仪表板里面去看到。然后过弯，现在4个胎压都是36 psi 加速，它是一个跑 highway 的机器。那我们回去 Eco Mode。Right， 我们在 Highway 定在110 ，OK， 因为它是7 speed 嘛，所以 RPM 大概不到2000转，我看1000不到2000转啊，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跑高速的话，非常的安静。因为我之前也试驾了很多的，不管是你知道吗，韩国品牌、日本品牌、中国品牌，还是各种品牌的 C 相关 SUV， 所以 average 来讲 ，Kia Sportage 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它的底盘噪音非常的小，你几乎听不到路面有什么很大声的噪音。然后风切声的话呢，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你会 feel 到车子它是一个 premium car 的 level 啦，真的是 premium car。可能很多人对 Kia 的印象还停留在30年前啦，确实今天你开着 Kia， 它已经比同价位的日系对手优秀很多，在 MVH 方面。但是它有一个东西，毕竟它是主打 Family SUV， 所以它轮胎尺寸啊，你看它是235/60R18，途送的话就给它235/55R19啊，那个就比较，因为你知道吗，60啊这么厚的大叶，它就还是偏向 comfort 为主，所以你在过弯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还可以再多一点点的 sporty 的感觉。But yeah, being a family SUV， 我相信大部分要买 Sportage 的车主、潜在客户应该不太会去追求说在 Highway 你要80过弯、100过弯这些东西，它不是他追求的东西啦。它还是要以一个比较保守的配置去设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动力是 1.6 Turbo 是够的 ，right？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 All-Wheel Drive，你可能不需要用到4轮驱动，你还可以选择 1.6 Turbo Two-Wheel Drive， 也就是 Front-Wheel Drive。可是那个你就会少掉一些 spec， 像是 Harman Kardon 影响，就只有在这个 1.6 Turbo All-Wheel Drive 才有。所以如果你是经常跑 Highway 的人，我觉得 Kia Sportage 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车子，因为它相较于Hybrid 引擎或者相较于 1.5 Turbo CVT 的车子，它确实是完完全全就是欧洲车的水平。那讲到欧洲车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2024年，这个 Kia Sportage 在欧洲市场的总体销量是赢过 Volkswagen Tiguan。你就可以知道啊，在欧洲市场 Kia Sportage 是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身价。那确实我回想起我多年前在这个西班牙试车的时候，我在路上，我在 Highway 加500-600公里，一直看到 Sportage， 一直看到 Sportage， 这是令我那时候就哇，这什么车来的？这么马来西亚还没有。那过了几年过后，它终于来到。那我知道观众心里面可能还在想啊，这个韩国市场已经推出了 Facelift 版本的 Sportage， 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为什么卖给我们这个？你知道吗？2022、2023年的款，这个马来西亚的总代理 Dynamic Jaya Motor 给我的回应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他们要等到那个所谓的改款版来到马来西亚，那个价钱会起非常多，因为那个车子目前只是韩国限定，它还没有 spread 出去其他的市场。不管你买到150千的 Sportage，你买到160多千的，或者170多千，或者190多千的，它都配给你5 years 或者10万公里的 free maintenance。这5年里面，如果你跟着那个 schedule 回去 service， 基本上你不用给什么钱啦 ，labor 也包了，你的 spare part 外面润滑油那些东西它也包了。所以你讲150千到190千，如果放弃其他的 brand， 它可能 free 你前面几次的 service，或者给你2年、3年 ，right？ 它给你5年或10万公里的 warranty。还有 free maintenance， 这个也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再来，我们讲到驾驶舱环境的话，我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个是汽车工业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 Blind Spot View Monitor。就当我打左边的signal，它会透过这个仪表板显示左边的盲点；我打右边的，它会有右边的，两边都有 left and right。你要出一些 junction 的时候，你看马上的没有 delay 的，开就开，关就关。然后再来，因为你知道吗？它这个荧幕是双联屏嘛，12.3寸加12.3寸 ，Wireless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Shift by Wire， 座椅坐起来也蛮舒服的。for 长途行驶，我那天把这台车子开去云顶，再开下来，我们经过了，因为
刚好遇到媒体试驾嘛，我也试了这个 2.0L NA 6AT 的，那比我想象中的好，因为我原本觉得它会好像 CVT 那么大声，我以为还是 CVT。那为什么我说 Kia Sportage 最值得的地方，就是在于这2块萤幕跟整个 dashboard 中控台的设计，因为在价格相近的情况下，我们来看它的兄弟车款 Hyundai Tucson， 是的。Tucson 就给你那个8寸的萤幕，旁边还有配一些 button。那这个已经是 Kia EV6 等级的娱乐作业系统，包括这个最顶配的给你8个 speakers 的 Harman Kardon 音响，而且它的360 camera， 你按这个 button， 看到吗？而且像你知道吗？日本品牌的可能你到了一定时速之后，它就不显示这个东西。我现在加这100啊，你看到吗？它的这个360度镜头都是看得到的。加速。Of course， 这个4轮驱动系统啊，它更多时候只是在你起步加速的时候，它会连接后轴去辅助它。当你上了 highway 走一段时间过后，其实都是由前轮在驱动，也比较省油嘛。所以从我刚才开始到现在是 8.4 liter per 100 km， 我们开快一点的话，它会上到 10.1 liter per 100 km。我觉得对于一个 1.6 Turbo 177 horsepower 的 C segment SUV 来讲，是中等的啦，不可以讲很刺油，也不可以讲非常非常的省油那一种。它的轴距是2755mm，CR-V 跟 CX-5 都在2700，所以2755啊，已经可以算是最长轴距最长的 C segment SUV。那这个轴距不只是长而已，它也体现在了它的后排空间跟超大的这个行李箱空间，可以放轿车，可以放行李箱，后排椅背还可以倾倒等等。所以你要我总结 Kia Sportage 的优缺点的话，就是第一，它的空间大，然后它的动力强，然后第三就是它的娱乐主机作业系统，高清萤幕，360度镜头 ，Wireless Apple CarPlay。那你要我讲它的缺点，就是说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记忆座椅，再来它也没有这个通风椅，发热椅就算了 ，OK， 没有多少个人在乎这个东西，所以它没有 ventilation seat， 而且它也没有玻璃天窗。我觉得它的缺点就纯粹是在 spec 这边，车头造型非常有吸引力的吧，因为它这个车头的设计语言叫 Opposite United， 台湾他们翻译叫对立的和谐。就是对立嘛，你看它2个车灯是向内的，然后它又产生出一种和谐感，所以这个对立的和谐啊，它也就造成了怎么讲，它会有很两极化的，喜欢的人觉得哇 ，Oh my god， 这个价钱这个造型太美了，那不喜欢的人觉得说有什么来的，觉得它很 rude 啊，觉得它很 bold， 觉得它太过粗鲁的感觉吧，这个是交给大家。消费者有自己的这个审美啦，所以对于 Kia Sportage 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到影片底下留言，我看我可以回答多少，因为我毕竟也试了几个 variant 的 Kia Sportage，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这样子啦。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靠来加 Facebook page， 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 ，Let's go。